新婚之夜，我的新郎易了主。你不是荣主，你是谁？荣家嫡子就是我，你先别激动。荣家只有一个儿子，也是我要嫁的丈夫，而你不是。今日荣家若不给我一个解释，我便烧了这新房。哎呦，这是干嘛呀？这新婚之日的，敏儿乖，先收收，这着起火来可不是开玩笑的。就是烛火无眼呐。他又是哪里冒出来的嫡子？让荣楚出来见我。这楚儿吧，3个月前就已经离开了，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到何处去了。3个月前就走了。小丫头看着弱不禁风，脾气还挺傲。现如今进了荣府，还容不得你撒泼。你们这是明目张胆的骗婚。那荣楚只是捡来的孤儿而已。现如今我家轩儿找了回来，自然是名正言顺的荣府嫡子。这婚事不作数，我要和离。我叫苏蜜，夔州长史次女，便因为是次女，所以我的婚姻只能听从父母之命。1年前荣家上门提亲，父亲想也不想便答应了。自此，我与这位素昧蒙面的荣家公子定了亲。少女懵懂的心，总有着很强的探知欲，因此我曾私下里打探了番这个即将成为我夫婿的人，发现他乐善好施，确实是一个可托付终身的人。也是那年凛冬远远一瞥，也让我记住了那张脸，不是眼前的这一张。胡闹！3书6礼，明媒正娶，拜过天地的，现在和离，我这老脸往哪放？是荣家骗婚在前，我为何不能和离？什么骗婚？荣家就荣轩一个嫡子，那荣楚不过就是捡来的养子而已。你嫁过来哪里有错？父亲，哼，安生的做你的荣家妇，别给我苏家丢脸。原来这一场骗局，蒙在鼓里的自始至终只有我一人。我知道你觉得委屈，就算当初跟你订婚的不是我，如今我俩也拜了天地。我自小便在外流浪，也是几月前才被选回。我知道接受一个新的环境和新的人需要时间，我给你留空间，你只管安心待着就成。我去书房啊。甭管你们以前是什么身份，进了荣家的门就是荣家的仆从，就算曾经是少爷小姐也不例外。姑娘，他这个明明就是说给你听的。算了，为了苏家的颜面，我被逼着成了荣轩的妻。原以为新婚之夜他的那一番话也是个能托付终身的人，却不曾想那样的通情达理只维持了1月，他就原形毕露。我给你留了1个月的时间接受事实，到头来你他妈的就是这么接受的？不让我进屋，不让我碰，嫁了人还想立牌坊，迎春楼的婊子都比你识相，甚至还纳了妾。今日起，心儿住主屋，而你给我搬到偏院去。这样的日子，我竟受了快2年。这不是我那个立牌坊的夫人吗？你喝醉了。装什么装？不就是一个长史的次女，还跟我拿枪，给你脸了？看我不弄死你！老子要是自己的女人，是谁他妈？混蛋！看来是我多管闲事了。荣楚，你不能走。我姓封。你是王爷？如假包换，所以就你刚刚那一巴掌，我就能要了你的脑袋。不管你姓什么，你就是荣楚。不错，我以前的确姓荣。果真是。荣轩和你都是拜你所赐。他对我轻则言语侮辱，重则拳脚相加。当时你若不想娶我，便应告知退婚，而不是以你的名义来下聘，让我嫁给一个混账。你是苏蜜？
我幼时无疑是荣家捡了我，荣家与我有15年的养育之恩，因此在他们亲生儿子被寻回来时，即便再多的爱给荣轩，都是理所应当的。他是荣家真正的嫡子，身份我可以给他。混账东西！轩儿是我的亲生儿子，你竟然买通人去杀他！你是怕他抢了你现在的所有，多想他消失于人前？儿子没有做。你当我们眼瞎不成？轩儿浑身是血，除了你，还有谁不想他活着？父亲，我是你一手养大的，你就这么不信我？难道轩儿会骗我们吗？我们当年是看在你可怜才将你捡回来养着，却不曾想养了条毒虫。你怎么这般心狠手辣？父亲，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。荣家养了你15年，就当养个白眼狼了。滚！外边，父亲母亲。父母之爱也本就是他的，还他便是，却不曾想，即便是我离开荣家，他也不曾想过收手。荣公子，你也别怪我们，有人花了重金要你的命，你做了鬼，找他报仇去吧。那时候我自身都难保，又哪里能记得那父母之命的一桩婚事？荣楚，我姓封。王爷，这是你欠我的，你该还我。那本就是父母之命的一桩婚，即便我走了，只要你父亲不改口，荣家你也是要嫁的，不管是荣轩还是荣楚，并没有差别。有差别，因为荣轩不是你，和我八字的是你，聘书上写的也是你的名字，从头到尾，我只认定了嫁的是你这个人。得知荣家结亲后，我让人查过你的为人，也曾远远望见你帮扶弱小。我觉得你是个君子，即便没有感情基础，嫁给你或许也是良配。生楚，你一个被赶出家门的弃子而已，还敢堂而皇之的回来，坐到我家的主位上，还不赶出去？你是回来报仇的？我有什么仇可报？你倒是说说。用这种口气对爹娘说话，还真是个养不出的白眼狼。那要我怎么问？2年前我刚离府，你的好儿子就找人杀我，还是你们一开始就在抽我的鞭子上淬了毒，没打算让我活着？如果不是荣家收留，你本就活不了。荣家给了你生命，你却想戕害我亲生儿子的性命，这样的祸患我怎能留着？我本还妄念着是我猜错，你承认了就行。你还想杀了我不成？别忘了，你的命是荣家给你的。荣楚已经死了，他的命2年前就已经还给你们，两清了。现在我们来说说你儿子和他和离的事情。疯了吧你？给你脸了是吗？还滚到我头上了！本王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想杀人，特别是你这种上赶着找死的人。和离书到手，你自由了。多谢，不过我真没想到荣家能过河拆桥到这地步，怎么也养了你15年，竟想着置你于死地。你真不报仇？我的心没有这么狠。荣家总归养了我15年，赶他们出夔州就行了。成吧，反正是你们的家事。现在我自由了，跟荣家也没有什么关系了。望王爷一切顺遂，再也不见。
原是想着你二姐嫁到荣家，借着荣家的财力，至少等你来年恩科时，又得一个名正言顺的京官。可他不争气，在荣家那儿没讨到半分回来。那父亲，我们怎么办？你是苏家唯一的男丁，为父定要是给你铺一条青云直上的康庄大道。我已打听清楚了，怀王正得圣宠，眼下他下榻夔州，若是能攀上，他只消一句话，一切可成。可王爷身份高贵，我已经答应了贺知州，把你二姐送给他做妾，他在怀王面前替我们美言几句。什么？你跑了我的前程怎么办？我是你亲生女儿，你却一次又一次的将我当做换取利益的筹码。苏家的女儿当然要为苏家做贡献，更何况你一个和离妇在家本就困难，那可是知州，多少人挤破头都夹不到的。既然这么好，父亲自己嫁呀，我受不起。混账！我真恨自己，你这个卖女求荣的父亲。你这日子怎么这么不安生呢？处理了。是。说说吧，这次又是得罪了谁？不会是荣家的人找你麻烦吧？不是。神听闻门口有骚乱小斗，没有惊扰到怀王殿下吧？怀王扰得本王头疼，你的管辖能力还真的有待提高呀。这些人不用本王多说吧？下官自当好生处置。那贺知州莫要让本王失望呢。走吧。大人，那苏家送来的女儿还在车架上呢。没看见怀王有异香户吗？算了，一个女人而已，喜欢送了便是。怎的？救了你连一句谢谢都讨要不到，还真不该多管闲事。打我上瘾了是吗？不怕我杀了你？你真的打算带我回京？看你昨日趴我身上，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可怜样，扔下你，怕下次见你又甩本王一巴掌。打我上瘾了是吗？不怕我杀了你？混蛋！到底是你克我还是救赎我？为什么我每次落难都和你有关？又为什么每次都是你救我出困境？算了，哭吧。你得允许女孩子掉一两滴眼泪，我很少哭的。对，所以本王惹哭了你，得对你负责到底。那个盛京城不比夔州，人生地不熟的最好别乱跑。哦，这么早就待在府门前等我？哎，今日我可没时间陪你去喝酒啊。这是……说来话长，我可不是来找你喝酒，这不是藏不住事儿吗？何事？刚得到消息啊，陛下准备给你赐婚，人都选好了，左相的掌上明珠。哪儿去啊？进宫。你说你回夔州是为了他？是，儿臣非他不娶。知道了，我就是他拿来挡桃花的工具。可这女子曾经是他人妇，你一个王爷正妻之位，理应是高门贵女。你若喜欢，纳了做妾便可。儿臣不也是一个私生子而已。况且，若当年我未离开，她本该是我的妻。儿臣请父皇恩准。也罢，赐婚之事，容后再议吧。谢父皇。
你就这样利用一个女子的名声帮你挡灾，真的好吗？本王帮了你这么多次，拉上你帮我挡一次桃花不为过吧？更何况，如此一来，你在我身边也有了名分，不至于遭人诟病。而且，我说的也没错，若是2年前我没有离开，你本就该是我的妻。成吧。对，所以本王惹哭了你，得对你负责到底。而且，我说的也没错，若是2年前我没有离开，你本就该是我的妻。风楚他到底是怎么想的？你似乎在这里待得心安理得呢。他不是没有姬妾吗？这人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请问，我听说你曾经嫁过人，一个和离妇，也妄想攀上怀王。女子和离便已是自由之身，凭什么没有权利追求自己的爱情？你我同为女子，不应该用如此轻贱的眼光去看待别人。这真是我听过的最可笑的话。嫁过人就是嫁过人，贞洁都没了，岂能和我与之相比？又怎么配得上怀王殿下？情敌还真多，看出来了，确实是个恃骄而宠的大小姐。忍一时海阔天空，毕竟寄人篱下。从上到下，怎么看都是个下贱胚子，下九流的货，也不知道是在哪里学了些什么上不得台面的招数。以色侍人终得一时，就该京城的达官显贵都是这样教女儿的吗？满嘴的污言秽语。你打我！是你欺人太甚。同为女子，我一再忍让，却换来咄咄相逼。便是得罪权贵，我也要说一句：给我滚！反了你了，竟敢这样对我说话！咄咄相逼，满嘴秽语，这也不是大家闺秀该有的气度。怀王殿下，您看他竟如此的不知礼数。本王可是全程目睹的一清二楚。左相府这家教确实是稍欠了些。好啊，我总算是看明白了，你就是想为这个贱人撑腰罢了，不过是一个私生子而已。你以为本小姐有多在意你？倒真是阴沟里走出来的一路货色。干什么？姑娘，我若是你就该夹起尾巴跑了。我是没有什么权利对你惩处什么，可你看王爷这脸色，舌头和命，你应该2样都想要的吧？我爹是丞相，皇城之下，就算你是王爷，也不能这么做。滚！那趾高气扬的劲儿，到底是没有坚持住。都说了嘛，逞一时口舌之快，何必呢？为了一个不爱自己的男人，更不值当。你倒是想得挺明白的。他打你的时候，也不见你躲开。这不是一时不慎，而且我寄人篱下的，总不好给自己惹麻烦。谁说你寄人篱下？啊！姑娘求的可是姻缘？怎么，夏夏签吗？嗨，此签乃大吉呢。你看这签语，是之签王呢，佳偶天成，神仙美眷也。姑娘，你觅得如意郎君了，定会白头偕老，恩爱一生。风楚真的是我的良配吗？有权有颜，一次次的替我解围，又收留我，还当着陛下的面说非我不娶。虽然后来他说那是搪塞陛下的理由，可那些莫名其妙脱口而出的话，还有他看我的眼神，苏蜜，你积极一点，才逃出了婚姻的牢笼，要意志坚定。夫人，许久不见了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何这里会有这么多敌国的兵？你倒是不傻，到这个地步我也没打算瞒着。我本就是齐国的探子，
藏匿于荣家，只是为了更好在圣国安插眼线而已。你竟然是敌国的探子！谁能给我权力，我就忠于谁。你倒是真以为我是个只知道风流的纨绔子弟吗？都是装的。现在既然知道你在风主的心中有如此地位，我怎么也得好好的利用这一点。你想做什么？我一直以为你只是一个心胸狭隘的纨绔子弟，却不曾想你竟还有如此身份。潜伏在异国他乡，不多一层身份保护罩怎么能成啊？你要的人我已经带来了，我的人呢？倒不曾想，这个女人在你心中的分量如此之重。废话少说，交换人质吧。荣轩，你触怒了我的底线了。在这里待着，等我。注意安全。风主，你受伤了。爱上的待着。我在剑上淬了毒，你就去死吧！风主，怎么样？此毒凶险，却也不是无解。只有用人参先吊着一口气，等着太医院配出解药。愣着干嘛呢？还不快回去配！是。如果不是因为替我挡剑，他也不会受如此重的伤。现在自责也无济于事，只怪敌人太过下作。我们现在只能等着太医院配制出解药来。他命大着呢，2年前那一次都能挺过来，这一次也会相安无事的。你不是最在意他吗？我就让你亲眼看着他死在你的面前。不要！不要！怎么了？太好了，还好你没事。风主，你伤口是不是裂开了？我先帮你止血，你的毒才刚刚起。也许我终于拥有爱的勇气。你什么时候喜欢上我的？可能我挺喜欢你扇我巴掌的。好好说话。或许是你趴在我怀里哭泣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就在想，自己怎么能这么混账，把你一个弱女子逼到了这个份上。明明荣轩当街打你的时候都没有掉眼泪，可是却因为我落泪。我也在想，说是那时候嫁的是你就好了，你要是不退婚就好了。可世事无常，他们本就没有打算让你活着，所以这责任归咎不到你的头上。可就是气闷，凭什么？对不起，我的错。若是我再坚持一下就好了。怎么也是你一眼相中的我，可却让你跳入了火坑。怀王殿下挺自信的呢。怀王殿下挺自信的呢。不是你说的吗？跟你合八字的是我，聘书上的名字也是我，认定了嫁我，那这一次就嫁我成吗？傻了，问你话呢。你还是先把你的伤养好了再说吧。啊，你好好的来西市干嘛？到了，
看起来才开业，想来买刺绣？这是我的私产。你的私产？嫁到荣家快2年，你倒真以为我只是个可怜的深闺怨妇？嫁的男人不争气，手头还是得宽裕点，至少自己还能数钱来消磨日子。离开了夔州，我也就私下把那里的私产变卖了，在这里盘了间绣坊。我以我命我姓我的全身家为聘，便密尔为妻，以后你不仅有私产，还有名产，我的都是你的，愿否？我与风楚之间的缘分，始于开始的父母之命，却阴差阳错地错过了2个年头。我曾以为自己就此会在荣家那暗无天日的地方终其一生，而他却这么毫无预兆地出现在了我的身边。上天似乎是有意的想让我俩相互吸引的靠近，我的每一次狼狈都被他精准地撞见。初遇他时，他正被荣轩欺负，当着夔州百姓被人殴打，没有瑟缩地躲在角落，而是直面迎视，眼中有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。也是这一份韧劲促使我伸手助了他，可换来的不是他感激涕零的谢谢2字，而是一个巴掌。如今想来，也是因为这一个巴掌而结了缘。风楚，这一次我可是赌上我一辈子的幸福了。只要你要，只要我有，我可以毫无保留的全部给你。好。岁月都白首朝暮相牵。方建岳，你给我站住！你别躲在你父王身后，给我滚出来！小东西，怎么又惹得你娘不高兴了？是娘亲自己说的，你和父王的东西都是我的，我不就是花自己的钱去买了个店铺吗？娘亲也买了。这么小都知道给自己置办私产了啊！不愧是我的女儿。你倒是问问他买的什么铺子？买的什么？很多漂亮哥哥的院子。啊！南风馆，怀王府5岁的小郡主买了个满是小官的新楼，震惊不？打！我去把南风馆给退了。娘亲，我错了。